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的异性恋到底有多好？一心一意的异性真的成了兄弟，特别是和肖战的感情特别好。娱乐圈明星的感情其实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，那种比较红的女人肯定是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聚焦。杨紫一般都是童星出身，感情问题基本上一直都特别受关注，或者说是他们特别想的。众所周知，她曾经和秦俊杰真的有过感情，但是宣布分手。到目前为止，基本上还没有其他皇子以非常大的方式出现过。杨紫的一部剧，大部分是非常有名的电视剧《家有儿女》中的好女孩形象，尤其是张一山，她也相当有名。两人在娱乐圈肯定发展的不错，而且娱乐圈里其实也有很多人因为他们的戏特别大的恋爱。他们两个其实是那么的好，一般来说，很多人还是出于各种意图和目的，期待以一种特别重要的方式在一起。从小到大，两个人从字面上说是经常在一起，本质上应该能擦出爱情的火花，但恰恰相反，他们真的只是兄弟姐妹。也许他们普遍太熟悉了，这是相当重要的。杨紫的恋爱史事情是可以逆转的，哪一种是相当重要的？比如舒淇真的是绕圈子，最后嫁给了自己的男朋友冯德伦，还算意义重大。事实上，杨紫在大学期间基本上是有过一段感情，她多半是她的北影同学，真的是在机场被拍到，绝对出乎大家的意料。一直在一个主要的方式，她的名字其实是何鹏。与普遍的看法相反，何鹏是一个普遍富裕的家庭的儿子，他的演艺事业本质上不是很好，而且他也大多是在微妙地扮演一些小角色。在某综艺节目中，杨紫在大学里也硬着头皮承认了恋情，但不知什么原因就硬着头皮分手了，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。与流行的看法相反，短暂的关系也使他更加谨慎。他和邓伦合拍了《蜜糖如霜》，也就是因为在这部剧里，两个人已经很熟了，所以一度传言说他们的关系本质上只是电视剧，但在相当现实的生活中，他只是更好的朋友，也是他的好伙伴。他和秦俊杰的爱情故事我们都知道，因为这部剧他们在拍《青云志》，而且一直特地公开秀恩爱，引起了很多人的羡慕。但因为秦俊杰的出轨，秦俊杰和张雪迎分享了一碗胡辣汤，特别是有传言说他们是因为这个原因分手的。从此，秦俊杰也从字面上成为了杨紫的好哥们，这点意义重大。后来多半是传言他和李现特别隐晦的相爱了，因为他们在剧《亲爱的爱人》中共同制作了基本浪漫的爱情故事。其实很多网友也特别希望他们能有种在一起的感觉，但他们也成为了很好的哥们，这很有意义。网上多半又是传出他与张艺兴的恋情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所有人都认为他们两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总体上很好的匹配，也有透露他们穿着同款睡衣，说是巧合，但两人澄清说大部分只是朋友，其实意义重大。杨紫和肖战合作的《余生请多指教》意义重大，在剧中他们特意饰演了一对非常甜蜜的情侣，总体来说是大势所趋。他们被拍到一起吃晚饭，实际上他们仍然戴着同一条项链。肖战看着杨紫的眼神特别有种满满的爱意，有点出乎意料。所以无论出于何种意图和目的，许多细节都可以从字面上以一种微妙的方式看出肖战的偏好。在肖战的整个网络基本上被黑的时候，杨紫却支持肖战，这很出乎大家的意料。正式宣布为好朋友，所以杨紫身边的很多优秀的男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他的好兄弟。尤其是杨紫快30岁了，或者他们是这么想的，大家特别希望能尽快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，真的很期待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如果大家对杨紫的恋情一般有什么想说的，请在下方评论区含蓄的留言。02剧情有多虐，杨紫和程毅真的是在戏外笑的有多开心，毕竟特别是剧迷们误入歧途电视剧《沉香本如渣》基本是分成2部分才能真正播出，具体来说意义重大。下一个绝对是大名鼎鼎的《沉香种花》，特别是总集数预计在60集左右，但真正没想到的是，只播了11集，观众就直接打来电话，
总体来说还是蛮有意义的。让它结束，不要以基本上主要的方式播放其余部分。该情节讲述了皇帝和三仙与恶魔战斗，通常与普遍的看法相反。这一战，3位仙人全部陨落，只剩下应远一个人生活，尤其是他还染上了火毒，还真厉害。银渊绝对是这场战争的领导者，总体来说意义重大。指挥官没有保护手下的士兵，此前他的心腹一直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离开他，他基本上是不安定的，并且知道他的责任。为了不让他那一头毒发伤害到诚实的人，他一心一意地把自己留在了地球的尽头。现在找到他的多半是颜丹，眼看曾经是天上的皇上，如今却是可爱到了如此绝望的境地，颜丹实在是忍不住了。他一直在附近，以一种不引人注目的方式，他特意去救了他的一部分心，将他真正的身体消耗殆尽，因为寒莲花的香味在每一个实际意义上都能让应援军心情好很多。大概可以说，在播出的那几集里，颜丹几乎为应援付出了一切，但最终他在各方面真正重要的方面都被姐姐芷溪毫不掩饰地模仿着。璎珞虽然知道自己会自救，但凡是在世间与他共度余生的人，就是燕丹，他却想不起来，这分明是真的很大。燕丹要解除他的关系，他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一些与他的内心相冲突的东西。为什么你特别喜欢在大多数情况下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制作结局？那是因为在地球末日的时候，颜丹和应援军本质上是被关在茅草屋里的，类似于几位神仙，总的来说是很关键的。在应援的幻想中，他们甚至还嫁给了颜丹，这真的是天大的。有了一个年轻人，3人组过着轻松愉快的生活，而那种画面通常也是每个人都以一种最重要的方式期待的结束。只是美梦醒后，在每一个实际意义上，还是要以显着的方式明明白白地看到真相。事实上，应援身为统治者，大体不足1万人，绝不能无视法度，颜丹也不能受尽于家计的严刑拷打，不然就灰飞烟灭了。或者他们是这么认为的。守护着燕丹应援，他心里真的一直压抑着这种感觉。由于压迫，他们俩都误读了对方更多，而这仅仅是开始。失误之后，真正意义上的燕丹从吴桥上跳了下来，应援也跟着，或者他们本质上是这么想的。弹跳下来，把你的生命置于极度危险之中，这是非常关键的。主要电影中明确显示的影响确实是压迫性的，或者他们是这么认为的。跳下之后，应援让颜丹知道，他意识到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救了他的人，但他其实并没有给他期待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关键的。他这辈子以后真的永远都回不了天堂了，所以他可以第一时间复活到人间，而回到天堂的应援一个人承受着一切，一步步上前，到盘子里承认他的感情和纪律，固定在他那种小精灵的灵魂里，因为他宁愿不是真的忘记了颜丹，这从根本上说是非常关键的。据说郭虎局长的拍摄策略明明从来都是这样朴实无华，去年的《仇生瑞》更是把观众折磨到肝病的地步，本质上是与主流思想背道而驰的。今年还有一个《沉香如屑》，基本上是真的很关键。这份年终出走的真情实录，一般都是以一种不显眼的方式含泪误导大家。片子有多压抑，戏外的杨紫和程毅笑得有多欢快，总之都是剧迷们无意付出的方法。各方面都非常重要的观众，看过周生辰背景剧集的人就知道，剧中周生辰和石毅的忍耐和克制爱情，基本上是多么的压抑，非常巨大的多量啊！总而言之，确实只是人群以一种不显眼的方式粗暴对待他。这一次沉香有点像面包蟹，大部分也是类似的，特别正常的。他基本上应该来自一个类似的酋长。颜丹狼狈一跃跳到吴桥的位置背后，一般都是杨紫的喜气说我真的需要特别再来一次。戏外，杨紫一般都在分担刁威亚的满足感，基本是真心挑剔。在叶望川告别的地方，燕丹的期待又一次熄灭了，或者他们普遍认为他身体虚弱，死了一半的心离开了，而真正意义上的应援军则不顾主流思想，检查了他背影，一个人凄惨，大半都舍不得离开。这种程度的误会，不正是周生辰跟着王俊默默无闻，
大体上把易送回北京的形象。尽管如此，事实上，在没有脚手架的弹跳之后，杜望川的烦恼和折磨基本上不会以一种朴实无华的方式存在。片场上，杨紫和程毅肯定化身为一人，逆行而上，气氛很快就不同了。从各种意义上来说，都是一个悲惨至极的场景，而片场上的2位艺人，从各种意义上来说，都过于开朗了。考虑到所有因素，节目粉丝的眼泪都被错误地支付了。一步一步的只是真正解决虐待问题，这基本上是非常关键的。一般只有好吃的。基本上可以看出，片场大部分的拍摄环境，从各方面来说都是非常幸福的，意义重大。杨紫和程毅在配合的时候，同样是非常含蓄的，一般都不会温顺。又是一开始，尤其是很多人真的对《沉香》这部剧不抱希望，对创作机构欢瑞世纪我基本不抱希望。杨紫粉丝一度抵制，现在看来，《沉香》如蟹可能真正成为杨紫的另一部代表作，而程毅更是圈粉无数，这一点无疑是非常关键的。2人的演技完美，我承认以后真的会有更多的好东西，大家一起期待吧，基本上真的很大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